虽然崔氏败落连孩童都知道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见从崔少嘴里听到，也是他第一次说起自己的心声，难掩痛色。1年半前，无数本子上奏说崔氏结党营私，以下犯上，说的虽然严重，可并没有什么实质证据。崔氏被调查，没几天，崔老大人和崔老夫人在家中自尽，此事却没有了结。皇帝禁了崔少的族，说是以待查清。但不久后，国舅的本子也递到了皇帝面前，无人知道那里写了什么，有什么，只知道后来崔家罪名落实，崔氏败落，皇帝念及崔氏昔日功绩，只是革职了事。1个月后，皇帝抄了崔家，家产充公。3个月后，皇帝下令对崔少施以宫刑，自此崔氏再无崛起可能，此后才放崔少自生自灭。他的一腔热血，满腹才识，在权势面前一文不值，只不过是上位者的傀儡罢了。任何人都可以是崔少，没了清河崔氏，还有赵氏、李氏、孙氏。崔少说完这些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神情迷茫落寞。我伸手摸着他脸上的墨痕，然后把他搂在了怀里。崔少，那你内心呢？你内心最想干什么？在陈家，我最想怎么让我和阿弟活下去。来到崔家，我想的是怎么更好的好好活下去。那你呢？崔少没有焦距的视线渐渐聚拢，落在桌上，被他推到一旁的信纸上。丹青会很快就到了，崔子书带着他的画也出关了。我虽不懂琴棋书画，但看着比陈家挂着的什么名家画卷要好得多，我也是如此说出来的。崔子书脸色一红，却还是冷哼一声：“你懂什么？”可他的嘴角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翘起来。阿弟也装模作样地看了看，子书姐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了，肯定选不上。青山差点笑出声，只能用咳嗽掩盖。崔少倒是不在乎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人。崔子书气急败坏：“你懂什么？”阿弟挠挠头：“怎么还是这句话啊？刚才阿紫夸你画得好，你说他不懂，那肯定就是画得不好了。我说不好了，你又说我不懂，那你这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嫂子，你瞧瞧他。”丹青会虽然是文人墨客的盛会，但也有许多平民百姓凑热闹，街上人头攒动，到处都是小商小贩，如同过节般。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。马上就要到了举办丹青会的飞鹤楼，可崔子书连门都没有进去，因为他没有王公贵族或者世家名门的举荐信，于是他的那幅闭关1个月的画作被笑话是初学者都不如。我看着他被为难，可等我们挤过去，崔子书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崔少也开始紧张起来。就在我们打算分头寻找时，崔子书又出现了，只不过他手里的画卷不见了。我把画卖了。什么？看着我们一副惊讶的表情，崔子书颇为得意，摊开手掌，手心里有一块碎银子。这可是你闭关1个月才画出来的，就卖一块碎银子？崔子书抿着嘴，不然的话他就只能去田炉造了，没有价值，只能是一张废纸。此时丹青会的头筹也开了，远不如崔子书画的那幅。那店家还说了，以后我画多少他收多少，这下我可以为家里做贡献了。崔子书把银子给我，然后就要去和店家继续谈生意。崔少不放心，便让青山跟着。崔子书没有得头筹，我们也就没兴趣继续欣赏其他画作了，带着阿弟在街上闲逛。阿弟眼睛都不够用了，什么都想吃，什么都想玩。我算计着银子，虽然钱够，但也不是这么花的，省下钱能买不少米面粮油。阿弟嘟着嘴不高兴，却也懂事，便不再说什么，可都要走了。崔少却掏出荷包，难得出来玩一次，想买就买吧。谢谢姐夫。阿弟顿时喜笑颜开，指着摊位上，要这个又要那个。可惜东西还没拿到手上，就被打掉在了地上，精致的唐人瞬间4分5裂。哟，让我瞧瞧，这是谁啊？崔少，崔大人。说话的人骑着高头大马，他在热闹的集市上一路奔驰而来，惹出一阵骚动。他停在崔少面前，举着马鞭，刚才的唐人就是被他打掉的。他向前趴着，似是和故人相逢的惊喜，可是眼神却不怀好意，如果毒蛇一般盯着崔少。崔少认出了他，向前一步，挡在我和阿弟面前，语气冰冷：“马公子。”崔大人。哦不，你瞧我这记性，你现在已经是庶民一个，可没办法再治我的罪了。
马公子直起身子，仰着下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崔少，眼神突然狠毒起来。崔少，你扰了本公子雅兴，如果你跪地磕头，本公子就饶你一次，如果不磕，那就和上次一样，30马鞭，你选吧。说完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崔少，那模样就像是逗弄老鼠的猫一样，不管怎么选，崔少都逃不出他的手心。马公子这是存心要羞辱报复崔少。崔少还是崔大人时，一次宫宴回来，遇到了酒醉调戏民女的马公子。崔少让人脱掉马公子的衣服，打了30板子，以儆效尤。从此马公子就记恨上崔少。后来崔氏败落，马公子便时常找茬。成亲那日，马公子就找借口打了崔少30鞭子，因为他知道崔少是不可能跪他的。陈玉，你的药膏还有吗？马公子，您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大人有大量，就把我们当个屁，放了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崔少伸出的手还在半空中，我和阿弟已经钻过他的臂下，滑跪在了地上。就是马公子，放过我们吧，给您磕几个都行。阿弟举着双手，只是语气有些敷衍，没有感情，被我推了一下才拉长音调，捡回了看家本领。虽然几个月不用，但这种反应已经刻在我和阿弟的骨子里，要多谄媚就有多谄媚。可我们不在乎，只要能保命就行，这招屡试不爽，起码可以减少伤害。别看崔少在朝堂之上如何风光，可在如何苟命这方面，他连阿弟都不如。面子换来30鞭子，于我而言是值的。可下一瞬，我和阿弟却被崔少拉了起来。我没想到看上去瘦弱的崔少能有那么大的力气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拉起我和阿弟，崔少直接跪了下去。现在日头暖了些，背阴处的积雪也开始化了。刚才我和阿弟还挑着干燥的地方，而崔少却跪在了那滩泥水里，又冷又脏。他抬头，马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请您放过我。马公子满意的走了。崔少微微弯着腰，像是恭送他离开一样，全然不顾自己衣摆上的泥水。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洗洗就干净了。语气稀松平常，就像是在说什么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一样。倒是你，以后不要这样替我出头，你是女子，不该保护我的。其实这是对我来说才是稀松平常，我和阿弟在陈家一直都是如此，打不过的就谄媚。你们怎么不走了？崔少停下脚步，看着一动不动的我和阿弟。你以为就这样白跪了吗？天色已经晚了，马公子也浪荡够了，他喝了点酒，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地说着胡话。马公子家业并不是多丰厚，只是祖上出了个商人，小小风光过，如今靠着不多的祖产活着，想要回家就要经过一个小巷子。我和阿弟埋伏好了，趁他下马用麻袋套住，棍子也早就准备好，雨点般的招呼在他身上。马公子疼得吱哇乱叫，最后阿弟还在他身上呲了一炮。跑出去很远，我们才停下来。崔少喘着气，白皙的脸颊也泛起了淡淡的红润。你们经常这样？那是当然，我和阿弟无依无靠，就像是院子里的老狗，谁都能踹一脚。我们没有能力正面对抗，只能另辟蹊径，先装顺从卑微，再找机会报仇。不过陈老爷和陈小姐我动不了，其他人的话，厉害些的就借他人之手，像是狗仗人势的丫鬟下人，我和阿弟就会偷袭。反正我和阿弟人畜无害，没人会怀疑。你说的对，没人会怀疑我，怀疑一个被打掉自尊和傲骨，向着权势低头的人，会心生报复。我拍着崔少的肩膀，是不是好受些了？崔少刚要说话，却看了看我的发髻，你的簪子呢？簪子，我摸了摸头，不见了。那簪子只是普通桃木，是我唯一的嫁妆，大概是刚才打马公子的时候弄丢了吧。这个马公子还真讨厌，不光跪了他2次，还弄丢我的簪子，应该多打他一顿。阿弟点点头，像是想起什么，不对，应该打他3次。刚才他喝醉了下马，我听到他嘟囔着说崔少人废了，却娶了一个漂亮的娘子，要找机会抢过来当小妾。冷月下，崔少神情寒了又寒，盯着刚刚离开的巷口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大概是受了凉，崔少第2天发起了高烧。他躺在床上，神情痛苦，嘴里说着胡话，嘴里一会叫着娘，一会叫着爹，偶尔还能听到几声啜泣。这可急坏了一家人，青山去请大夫，我和阿弟砍柴烧水，崔子书守着崔少。
热水好了，可我刚给崔少敷上热毛巾，就被他抓住了手腕。不要走，娘，不要走，我不是你娘。我拍着他的手安抚，本想让他松手，可他抓得更紧了。陈玉，别走，陈玉。我扯也扯不回来，崔少，我还得去烧热水。一旁的崔子舒清了清嗓子，嫂子，还是我去吧，虽然我不会烧火，但我更不想等哥哥醒来骂我。我只好单手换毛巾，不知道换了几次，崔少终于醒了过来，我也打算抽回手。崔少眼巴巴地望着我，手劲虽然松了些，却没有收回去。陈玉，我冷。瞧着一脸病容的崔少，我也很不下心，算了，就让他抓好了，反正也不会少一块肉。青山请大夫回来，他这才松开我的手，还不忘给我整理好袖口，盖住手腕。煎好药，阿弟就急匆匆端到了崔少面前。姐夫，你快喝啊，快喝啊！阿弟神情焦急，不过还冒着热气的药碗就往崔少面前推。阿弟，别急。不行啊，不喝的话就和娘亲一样了。阿弟平时人畜无害，可他认准的事情也是固执的不行，一碗要做事就要灌进去。崔少没有力气，被灌了一口，烫得呲牙咧嘴。最后还是我哄了半天，才让青山带他回房，给他被烫红的手指上药。我吹了吹勺子里的药汁，看着崔少喝下。刚才阿弟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娘亲怎么了？崔少试探着开口，神情有些不自然。倒是我大大方方的，阿弟刚生下来没多久就被人打伤了头，娘亲没有钱找大夫，只能去求陈老爷。那时他正和白氏温存，陈老爷嫌弃娘亲打扰了他的好事，就让人把娘亲赶出去。可白氏却来了兴趣，他说娘亲只要在外面跪一晚，就会救阿弟。后来呢？我喂药的手一顿，那晚下了一夜的暴雨，阿娘就跪在院子里淋了一夜。等白氏想起娘亲时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可她并没有按照约定请大夫，而是羞辱了娘亲一顿。娘亲回去大病一场，高烧不退，最后病逝。阿弟虽然活下来了，可脑子却傻了。自从他知道娘亲的事，就特别害怕我生病。道歉。我笑着摇摇头。好在最后白氏失了宠，又得罪了整个后宅，最后凄凄惨惨，偷偷回了娘家。一碗药喝完，崔少才开口，如果是我的话。我抬头看着他，等着他的下文。他微微一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驱虎吞狼，借他人之手。我搓着碗边，然后呢？崔少沉思起来，陈老爷生性多疑，白氏年轻漂亮，陈夫人又善妒，我会从这方面下手。我放下药碗。8月15晚宴，陈老爷在花园发现了白氏绣着龟鸣的肚兜，那肚兜挂在山石上，正随风摆着。因为没有证据，陈老爷没有声张，只是不再去白氏院子里。白氏大闹，惹恼了陈夫人，没多久白氏就死在了井里。都说是她因为失宠而自尽，为了名声，对外便说她回了娘家另嫁他人。没几天，崔少就退烧了。就在他养病那几天，小小的院子里每天都有人来找他，都是慕名而来，请他弹琴的。有时我碰到他们也是恭恭敬敬，叫我一声夫人。初夏的时候，我开了个烧饼摊，就在巷子口。虽然崔少声名远扬，一首曲子已经涨到了1000银子，可钱没有嫌多的，多赚点我心里才踏实。可生意却没有我预想的好，我和阿弟热情地招来生意，只有一个大娘走了过来。你这烧饼我怎么没见过？您尝尝，这是姑苏的样式，很香的。阿弟咧着大嘴，大娘干笑2声，算了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回家烙吧，多少钱一个？给我来5个。大娘态度陡然一变，她眼睛紧紧盯着刚刚从外面回来，正打算给我打下手的崔少。大娘，8文钱一个，你只要吃过一回，就知道好吃了。崔少并不像是阿弟那样笑得不值钱，他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再配上他那张清风拂面沁人心脾的俊美脸蛋，就能让人欢喜。大娘受宠若惊，8文钱？不贵不贵，街上那些比你家的还要小还要薄的都10文钱。您觉得好吃再来。那双弹琴作画、修长白皙的大手熟练地夹了5个烧饼，包在油纸里递给大娘。大娘那双精明算计的眼睛立刻像是化冻的春水，暖得不能再暖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大娘磨蹭着，身后已经有人催了，快些，我们也要买呢。小小的烧饼摊被大姑娘小媳妇围得水泄不通。崔少也不恼，依旧耐着性子给他们家烧饼，
虽然钱赚了不少，但是我越看越觉得气闷，所以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有人叫我娘子，娘子，收钱啊！但我只听到了后半句收钱。一个脸色涨红的少女伸着胳膊，手心里是8文钱。崔少向着后面说道：大家把钱给我娘子就好了。后面排队的大姑娘小媳妇都一脸的失落，可却没人走。渐渐的，烧饼摊的生意就好了起来，不用崔少用美色吸引，就有不少顾客。毕竟我的烧饼真材实料，为的就是薄利多销。我和阿弟又要和面又要卖烧饼，都有些忙不过来。那天卖完烧饼，崔少对我说：玉娘，你教我烙烧饼吧。崔少天资聪颖，我本以为一教就会，可学了许久，那盆面都没有和好。我叹了口气，好端端的白面可不能浪费。我撸起袖子也伸进了面盆里，其实没什么特殊方法，面少放水，水多放面。可是合着合着，我和他的手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粘在了一起。崔少抓着我的手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我会了，玉娘真是个好老师。于是在巷口的小小烧饼摊上，就能看到傍晚时分，清风明月般的崔少撸起袖子，摔打着面团，炉火烤得他脸色发红，可偏偏他一点嫌弃都没有，乐在其中。这日傍晚，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了烧饼摊旁。现在玉娘烧饼摊在附近也算是小有名气，就连有些富户都来买些尝尝新鲜，所以我并没有太在意，还以为又是哪家妇人吃惯了山珍海味，想要换换口味。直到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着朝服的中年男子来。大人，你要几个？中年男子瞪了我一眼，然后一脸痛惜地看着崔少，果真是你。崔少咬牙切齿的样子，还以为崔少是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坏事。崔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手里的动作却没停。原来是刘伯父，你也想尝尝我娘子的烧饼吗？8文钱一个，成何体统？你堂堂崔氏独子，竟然和市井小贩一样，真给世家丢脸。就连皇帝都知晓你在卖烧饼，今日朝堂上还笑着说起来。我本来是不信，如今看了你竟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，当初真是看走眼了，还想着你能带崔氏东山再起。刘大人说的义愤填膺，好似崔少对不起他一样。崔少嗤笑一声，丢脸？刘伯父和父亲交好，当初要不是父亲给了您半个烧饼，您也许就死在逃荒路上。后来入朝为官，父亲多次提携保护，刘伯父才做到如今的位置。你要真是那么为崔家可惜，为何在崔氏落难时躲在府中当个缩头乌龟，连句话都不肯替父亲说？崔少不急不恼，甚至还带些慵懒的劲儿，可说出的话却像是刀子一样。刘大人面色一变，那时圣上正在气头上，要徐徐图之。哦，徐徐图之。崔少舀了点水洒在面盆里，几下面团就柔亮光滑。那后来我被禁足，崔家被抄，我被宫刑的时候，刘伯父，您又在哪里？你……刘大人哑口无言，只能继续指责。你果真变了，曾经的崔少温润如玉，谨言慎行，而不是如今刻薄无礼。崔氏完了，永远的完了。立秋的时候，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有乱党混在百姓之中，在京城中作乱。不过好在只杀了1人，就被官兵发觉。只是可惜，乱党狡猾跑了。听说死者姓马，被人砍断了双手，最后一剑封喉。可现在宫中无人在意这条人命，因为独受恩宠的贵妃和一个异域伶人有了私情。被发现时，那伶人的大红披风正盖在贵妃的身上。风烛残年的皇帝勃然大怒，彻查下那伶人竟然是国舅主动送到了贵妃的床上。可这一查不要紧，竟然发现国舅不只给自己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，竟然还私藏龙袍，以及和不少官员商量谋反的密信，这是谋逆大罪。只手执天的国舅一党就这样从头杀了干净。经此打击，皇帝一病不起，再加上天灾不断，各地百姓流离失所，涌进了京城，一时间到处都是逃难的灾民，就连我的烧饼摊旁都守满了灾民。他们又病又饿，等着我大发慈悲，把烧饼都送给他们。每日都有一个乞丐站在烧饼摊旁，等着我的施舍。可我知道，我施舍了一个，就要施舍出无数个，满城的灾民我就不过来。我和乞丐说，最近夫君事多，没法烙烧饼，让他来我这里帮忙，我会给他工钱，工钱他拿走或者换成烧饼都可以。至于工钱和烧饼，
他可以拿去救自己的同伴。乞丐点头应允。我让阿弟带着蓬头垢面、浑身脏兮兮的乞丐去洗了个澡，又找了身干净的衣服给他。洗干净的乞丐看上去也就20来岁，身材高大，但因为营养不良，后背佝偻着。第一天我正好有事，就留青年和阿弟看摊。崔子书现在是画房的画师，除了晚上回来住、吃饭什么的都在画房。最近画房的厨娘病了，让我去顶替一天就给我1两银子，简直就是送钱一般，我怎么能不去？我本以为青年会手忙脚乱，没想到他不言不语，动作麻利。我不再和阿弟配合得极好，他一盆一盆的和面，阿弟就埋头一锅一锅的烙烧饼。烧饼一锅锅的出，可一天下来却没有卖出去一半。等我回来时，街上一个行人没有，烧饼也已经凉了。各地受灾，粮价大涨，现在一个烧饼的成本已经涨到了20文，我只卖21文，加上芝麻大油和炭火成本，之前赚的那些钱已经全都贴了进去。我给他工钱时，他没要，只是自己装了几个烧饼。算了，你把烧饼都拿走吧，不然明天也卖不出去。他抬头看着我，黑漆漆的眸子看不出情绪。我叹气，怎么又遇到一个闷葫芦，又或许是个哑巴。青年拿走烧饼，对我深深鞠了一躬。第二天他准时来到烧饼摊，手脚依旧麻利，只不过这次他掐得很准，等到上一锅快要卖完时才开始和面。等到朝廷的赈灾粮下来，只有我们这个巷子的灾民一个都没有饿死。后来青年和我辞行，他说他要去当兵，我才知道他原来不是哑巴。日子一天天过，那个曾经热闹的小院，现在大部分时间只有我和阿弟在。我和阿弟依旧每日出摊卖烧饼，然后晚上的时候一家人团聚。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，可渐渐的，就连我这种市井小民都能感觉出来，朝堂要变天了。都说皇帝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太子和各位皇子的明争暗斗已经摆在了明面上，朝堂上人心惶惶，派系斗争不断，皇帝险些被气死。就在这时，被贬到边塞小城的九皇子举着护军册的名义入了京。太子和各位皇子因为争斗两败俱伤，九皇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接管了京城。九皇子进宫没多久，皇帝驾崩，九皇子手握先皇遗诏，登上了皇位。今日是新皇登基大典，举国同庆，烧饼很快就卖完了。我和阿弟打算收摊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推车一歪，险些倒了，还是被一个军爷扶住才稳住。我连忙道谢，却在听到军爷的声音时愣住。老板娘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仔细打量着他，身材高大健硕，双眼漆黑，是那个青年。原来是你，多谢您的烧饼，要不是您，我也撑不到现在，更不会去九皇子麾下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圣上了。青年叫严衡，现在已经是百夫长，以后他们就驻守京城，前途无量。我真心替他高兴，在街上和他说话的功夫，就有许多少女偷偷看他。严衡虽不算多英俊，但英武强壮。我打趣他，看来你很快就能结婚生子了。严衡红了脸。晚上吃饭时，崔少没回来，崔子书倒是回来了，但他一直闷头吃饭，不像往常，总讲一些画房的趣事。子书，你不等我说完，崔子书一拍筷子，我吃饱，回房了。可等我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，他又敲门，嫂嫂开门，我是我哥，不对，我是子书。我不明所以，晚上还躲着我，现在又要找我。我突然紧张起来，该不会他喜欢上哪家的公子了吧？有几次我看到有个书生打扮青年送他回家，就在巷子口，两人还说了几句话才走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我该怎么回应？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那个青年虽然书生打扮，但并不文弱，举止大方有礼，模样和气度倒是和崔子书挺配，不知崔少同不同意？他是要我替他当说客的吗？我胡思乱想着，那边崔子书也思忖半天，终于开口，我都看到了。我一愣，看到什么？崔子书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，那个当兵的。哦，他呀，我曾经帮过他，你也帮过哥哥，帮过我们所有人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等着他的下文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站在哥哥这边，以及我的私心，我不想让你走，可是我还是想说，哥哥给不了你幸福，你应该有个正常的夫君，过着正常的日子，而不是守着一个废人，一辈子守活寡。
在崔子书诧异的眼神中，我继续说着，我想想，应该是我15的时候吧。崔老大人带着崔少到姑苏陈家做客，我当时梳头不小心扯断了陈小姐一根头发，她就要让我用头皮来赔，是崔少开口救了我。对于崔少来说，那不过是随口一句话，对我来说，他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神祗。虽然他不记得这件事，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更不会忘我第一眼见到崔少时那疯狂的心跳，那应该就是一见钟情吧。崔子书怔愣地起身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被门外的人吓了一跳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问完他就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看看崔少，看看我，然后心虚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起身望去，崔少正负手站在廊下望着月亮发呆。我试探着开口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崔少转过身来，递过一样东西来。送你的，这是在边塞小城买的簪子，可惜有些光秃秃的，我镶了一块玉，今日终于弄好，送你。手心里是枚银簪，但光秃的尾巴镶着一块中空的玉石，质地形状有些眼熟，不等我仔细观察，崔少就替我插进了发髻里。玉娘真好看。他望着我，我不好意思地低头，谢谢夫君。你我夫妻一体，说谢谢就太客气了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被爆竹声吵醒。这除夕还早着呢，我翻个身想睡，脸颊却有个不安分的大手揉捏着。我睁开眼，是崔少。干嘛？我还想睡一会。他看着我，语气轻柔，玉娘该回家了。我们搬进了首府府，也是新的崔府，比曾经的崔府还要气派。搬进新家的那天，崔子书眼睛都直了。哥，你真能瞒着我们啊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嫂子，你怎么那么淡定，一点都不惊讶吗？我这才收回打量的目光，学着崔子书的样子。是呀，太惊讶了。崔子书撇撇嘴，真是装都不会。随即他叹了口气，可惜我也住不了几天了。崔子书因为画技出众，被千金难求一画的画仙看中，想要收他做关门弟子，可那画仙家在江南，如果想要拜师学艺，那就只能去江南。子书，你想好了，真的要去学画？崔少现在是朝中炙手可热的重臣，如果崔子书想，那他将会和曾经一样，不要比曾经还要受人追捧。可他目光坚定，哥，我想好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他身上已经褪去了那些傲气和高高在上的气质，变得踏实稳重。他正选择了另一条路，另一条通向高山的路。崔子书走了，也带着阿弟走了。他说江南有趣，阿弟整日在崔府，有下人和丫鬟跟着，他觉得无趣，因为只要他一爬树，就有人在下面担心他摔下来。他想要鸟蛋，就有人主动奉上，他觉得没意思。我觉得阿弟也该长长见识了，前世7年能活命就是胜利，后面的日子我想让他开心。阿弟走的时候很高兴，他坐在马车上冲我挥手，阿紫，等我下次回来，我想当舅舅。他的舅舅还没当上，就有人想给崔少当儿子了。陈小姐来的时候是个清晨，3辆马车停在崔府门外，每匹马上就挂着红色的绸子，还有人沿路放鞭炮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。那阵仗比我当时来崔家时要风光得多。他敲响大门的时候，我还在睡觉，床边是空的，崔少已经上朝去了，新帝登基，还有许多残余党派需要清除，他忙得脚不沾地。等我醒来，管家早已经候在大厅，他浑身哆嗦，我问他何事，他一头磕在地上。外面有个陈小姐拿着婚书，说她才是大人的妻子，是府里的主母。我点点头，让人把陈小姐请上来。她比我想象的要慢一些，我嫁给崔少后，陈老爷就给陈小姐另寻了一门亲事。夫君是京城张氏，也是世家名门，曾经是太子一党，但夺权时被太子推出来当了替死鬼。如今陈小姐守寡，带着张氏唯一的儿子上门来找崔少。夫君呢？陈小姐抱着孩子，颐指气使，她一屁股就坐在主位上。管家想开口，却被我阻止。夫君，陈小姐的夫君已经死了。你……陈小姐一拍桌子，吓得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。她只能抱着哄，可也没多少耐心。等夫君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如今陈家也大不如前了，新帝清算，陈家也并不清白。陈小姐迫切地想找到一个新的依靠，这也是陈老爷的意思，
作为权臣的岳父，谁还能动他陈家？像是想象着将来自己在崔府当主母如何风光。陈小姐不是嫌茶热了，就是嫌茶凉了，更是嫌丫鬟下人不懂事。要是等她当主母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该如何当个奴才。夫人，这陈小姐直接赶走吧。管家擦了擦冷汗，他应付了一上午，已经受不了了，隔一会就到花园告知我陈小姐的新情况。我撒了一把鱼食，不行，她手中的婚帖是真的，这是要等夫君回来再做定夺。在管家的期盼下，崔少中午才姗姗归来。陈小姐喜出望外，把孩子交给丫鬟，迎了上去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崔少后退几步，才躲开陈小姐。他四周望了望，视线落在了管家身上。什么人你都放进来？管家打了一个寒战，明明已经是盛夏，可他为什么觉得比冬天还冷？是夫人放进来的。陈小姐不满管家的说法，挡在崔少面前。夫君，你我有婚帖，本该就是一对，只是好事多磨，有情人难成眷属。陈小姐渲然欲泣，用手帕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，而后像是做出了很大牺牲般。我不嫌你不能人道，也愿意让儿子改名换姓，当做崔氏嫡子。偷听到这里，我就走了。陈小姐的条件很诱人，而且崔少本该就和陈小姐成亲的。我回到房间就开始收拾衣服，和我来时一样，我就装了一个小小的包袱，来时什么样，现在就什么样，多余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有带。我把首饰一件件摘下来，最后只剩下那根银簪，留着吧，就当个念想，反正也不贵，崔少也不会在乎。我脱掉华丽的裙子，换上当时来时的衣服，就是我有些胖了，衣服都紧了，好在还能穿下。就在我打算要走的时候，门被人推开。管家，马车准备好了。江南路途遥远，轮子要结实的，第一次回娘亲的家乡，我还有些激动。这辆马车就算是合理的赔偿吧。可不等我说完，我就被人推倒在床上，然后他也压了上来，带着一身的寒意。崔大人。我没动，身后的人也没动。崔大人，今早你迷迷糊糊还叫我夫君，现在就这么生分了。气息被他故意喷在我的脖颈，我有点痒，但是双手被他提起压住，完全动不了。不是生分，是知进退。如今陈小姐这个正主回来了，我当然要走了，不走难道等着你养大你们的孩子，然后再把我赶出去吗？我头埋在被子里，声音有些发闷，听上去像是哭了。孩子，他算是哪门子孩子？我连陈小姐的都不要，更别说那个孩子了。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。这些日子，不少崔氏旁支都找上门来，想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崔少，崔少都没有同意。如今又怎会把崔氏的所有都给一个外姓人？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原先姑苏有个李氏，到了李小姐这一代，就只有一个嫡女，后来找了个落魄氏族高氏的后代当上门女婿。可等李老爷和李小姐先后去世，李氏更名换姓，变成了高氏。世家讲究传承，清河崔氏就是几百年间无数代崔氏人撑起来的。于情于理是不可能拱手送人，崔氏确实不能随便让与他人。不是，和这些都无关，我只是不喜欢他，我喜欢的是你。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崔少生气了，但声音里却带着哽咽。随后他像是想到什么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赶走我今日，就让你下不来床。他腰间的玉佩硌得我生疼。你的玉佩硌到我了。我动了动身子，想要摆脱玉佩，却听到崔少闷哼一声，然后摘下了我头上的银簪。我的玉佩在这里，我娘说以后要把这玉佩送给我的妻子。怪不得我看着眼熟，原来是他以前经常把玩的玉佩。那我不敢动了。崔少的声音越发的沙哑，那时是作假，为了打消皇帝的疑虑，是九皇子的人救了我。他说的磕磕绊绊，像是在极力忍耐什么。玉娘我。他松开了我，我一个转身把他压在身下。崔少惊讶地看着我，你没哭？我笑了笑，然后吻上了他的唇。我向来都不是一个矫情的人，事情挑明，我也没什么好端着的。况且看崔少的反应，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。崔少体力很好，毕竟正是这个年纪，一朝10岁之位就每晚纠缠，弄得我苦不堪言。我真希望他能再忙一点，可以让我喘口气。
新帝本就先改革吏治，在家有崔少相助，那些世家很快被废了，从此不会以出身论成败，而是改用科举，让世间有学识的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而陈家则是第一个被开刀的，陈老爷被关进大狱，可在狱中他大喊自己是首辅岳父，是功臣。狱卒不敢决定，便告诉了崔少。我知道陈老爷的目的，死到临头，他这才想起我是他的女儿。等我到了地牢时，陈老爷扒着铁栏，双眼迸发出诡异的激动。陈玉，你们瞧，这就是我的女儿，我就是首辅岳父，是功臣，你们不能关我。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，如果是真的，那这件事情就难办。我掏出身契，谁见过世家女有卖身契的？我娘是陈家5级，是奴籍，我不知我爹是谁，但我生来就是奴籍，想必我爹也只是一个奴才吧。陈老爷，你是高高在上的老爷，我一个5级之女，又怎么敢高攀？我生下来时，陈老爷的意思是把我扔在尿桶溺死，是娘亲求了许久，让我入了奴籍，这才保住我的命。没多久，陈老爷就死在狱中，连审判那日都没有撑到。陈小姐虽然没有被波及，可没了依靠，她生活困苦，人渐渐的就疯了，整日喊着自己是陈氏嫡女，是世家名门，是崔氏主母，可无人理她。好在那可怜的儿子被张氏旁支带走抚养，只是这辈子只能当个普通人了，对于他来说也许不是件坏事。娘亲忌日那天，我一边念叨着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一边给娘亲烧纸。娘亲，那个负心汉终于死了，陈小姐也傻了，她打伤阿弟，如今也算是报应不爽了。烧完纸起来转身，发现崔少正站在我身后。我拍了拍裙摆上的纸灰，你都听到了？对，我就是故意借你之手。崔少目光灼灼，我甘愿被你利用，可你我夫妻一体，你可以直说。我挠挠头，我说不来矫情的话，也不会诉苦，然后哭哭啼啼，让你心生可怜，替我报仇。这也许和我的成长有关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眼泪和诉苦还不如我如何想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得快。我不完美，也不磊落。崔少抱紧我，我才是，我自诩是个克己守礼的君子，可做的却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，谋朝篡位，公报私仇。这样的我你依旧不嫌弃，说明我和你就是天生的夫妻。很快就到了8月15，皇帝举行宫宴，崔少和各位功臣都去参加，而我们这些家眷则被安排到长街赏灯。等我到时，那些家眷已经等在了那里，可我还未下车，就听到他们的谈论。你听说了吗？首辅之妻居然是个丫鬟。其中一人开了头，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。是呀是呀，我夫君那日就在牢中亲眼看到的卖身契，没想到陈氏用了一个丫鬟来替嫁。丫鬟又怎么了？她和崔大人同甘共苦，丫鬟就不能当主母吗？有人替我说话，但很快就被反驳。崔大人可是出身名门，娶一个丫鬟也是权宜之计，他心里指不定多嫌弃呢。我也听说了，崔大人很嫌弃这个妻子，平时能不见就不见，家里的丫鬟下人也都不服他。一旦说起阴暗的事情，大家都有津津乐道，比起琴瑟和鸣同甘共苦，他们更愿意相信不好的传言。崔府的马车很显眼，而且我来了有一会了，可他们还是毫不收敛，可见内心里已经十分看不起我。这种嘴脸我在陈家见过很多，并不是很在意，只是琢磨着何时有机会能收拾收拾他们。外面青山已经请我下车，今日青山本该跟着崔少，可崔少却让他跟着我，大概也是想到了这一步。我掀开帘子，终于看到了那些说闲话的家眷，他们见我出来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而后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，似乎是在说我也不过如此。今天的乌鸦有点多，太聒噪，诸位夫人可要小心了，万一被鸟屎落在嘴里就不好了，最好还是闭上嘴。他们没想到我一个首辅主母能说出这种话来，竟不知怎么反驳。我冲青山使个眼色，让他拿出马凳下马，可他却直接跪在了车前，夫人请下马。青山现在也是从3品的官阶，比有些人夫君的职位还要高，可现在他却给我当马凳。见我迟迟不动，青山叹了口气，夫人，我跪着也是累的。我只能踩着从3品官员的背下了马。之后整个赏灯的过程再也没有一个人多嘴。几天后，恰逢新帝生辰，
崔少便点了几位朝臣家眷去寺庙吃素祈福半个月，给皇帝祈福。半个月后回来时，那些如花似玉的家眷们都满脸菜色，见到吃的都和眼冒绿光，走一路吃一路，惹得众人大笑不已，还以为是哪里来的蝗虫。一转眼又到了冬天，崔子书终于寄信来了，可崔少却不急，他脱掉披风，动手给我下羊肉。今日大雪，还是吃些羊肉暖和。我急得不行，拆开信封，等崔少给我加了一碗羊肉，我的信也看完了。子书说他在江南很好，他的一幅画现在已经卖到1斤了，阿弟又长高了，他们还去了娘亲的家乡，那里很美。我看着崔子书的信，就像是已经看到了画面。1斤，怎么就知道钱？我听说他现在已经可以和师傅画仙相提并论了。崔少继续给我烫着白菜。名声能有钱重要吗？他无奈一笑，也是，都是你教出来的，自然也爱钱。对了，子书有没有说那个人？我知道崔少说的是谁，就是那个追在崔子书后面的青年，他也跟着一起去了江南。说了，说他们3人每天游山玩水，好不快乐。确实不错，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也带你回江南看看，不过不能开小店。我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如今已经4月有余，明年4月就能生下个女儿或者儿子了，我要带他回去看看我的家乡。放心吧，现在这么好的日子，我怎么能设下不过呢？权臣之妻可比开小店强多了。你识字？不是疑问，而是肯定。崔少放下筷子，看着我，我干笑2声，一时激动，忘了这事。我认字，但不会写。那严衡那些信你也都看了？我当然看了。严衡去了边疆，也已经娶妻生子，有时会给我写信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亲人。每次收到信，崔少都说这些是他的公务，然后当着我的面拆开批改，真是小心眼。崔少走过来，跪在我身边，耳朵贴在我小腹上。我一向都是小心眼，你不能离开我。我摸着他的头，我不会离开你，永远都不会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